你或许再也找不到这样独特的文化秘境。一个县城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还坐拥全国最大的明代建筑群，有古民居占比90%的纯正古城，有完整的茶马古道的古镇，有号称南方敦煌的石窟群，有国家级的博物馆。但同时，这里不通高铁，甚至不通火车，百度地图都不准，某屏上这里最经典的饭店也只有3.6分。这里是真正的白族原乡，云南剑川。是的，白族原乡不在大理，在剑川。这是我们云南茶马古道之旅中的一站，一路颠簸，我们来到了剑川县城。这是我们的步行游览线路图。剑川古城保存着完整的元代肌理，600多年来，街道的尺度格局从来没有变过。在民宿放下行李，我们就急匆匆出门闲逛。这里清静的不像古城，而是一个日常的小镇。真是幽静啊，没啥游客啊。然后两边都是老房子，有眼镜店、各种生活小店，甚至还有兼营兽医的服装店，唯独没有纪念品商店以及轰炸大鱿鱼。一路溜达，我们去吃王记凉粉。一进门就看见新鲜的凉粉冰镇在大缸里，都是现做的，凉粉是早上做的。好。像现在你们吃的只是豌豆的了，鸡豆的、黑色的那个都卖完了。都卖啊。你们明天可以早一点过来。豌豆凉粉铺满了丰盛的浇头，好吃。这个牛奶喝起来觉得里面有很多固体，就有点像喝奶皮子那种感觉，而且很香。还没有吃完，我们都已经想好，明天一定还要再来。不远处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门古建筑群，但你在百度地图上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，因为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。在剑川地调城啥？剑川地调城，我在上面搜它的南城门，搜它了很多点儿，那个知名的民居点儿，包括它最著名的西街，在百度地图上我都搜不到。这里究竟被遗忘到了什么程度？西门古街有明代建筑26栋，清代建筑100多栋，而且多都是典型的3坊1照壁、4合5天井的白族民居。这里最年轻的建筑也刻着民国的年号。整条街道都是石子铺路，伴随着潺潺的流水。建筑的装饰也丰富多彩，重檐的下铺华丽异常，所有的山墙、照壁、大门的两侧都有各种各样的壁画、墨书、各种诗词格言。边走边看，我们逐渐发现，门上的楹联和画作、诗词似乎都是自己写的，不是印刷品。这门帘上的字儿和画都是自己画的，一张是字儿，一张是图案。这应该还是真的画的，然后中国画贴上去，然后贴了边儿，自己写的，然后再写上去这样，然后一边是画，一边是字儿。这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写的，这个太牛了。到后来，甚至我们还看到了主人家自己写的卜算子的词和自己画的门神。卜算子一手，这是主人自己做的。这个也是自己画的吗？这个也是手绘的呀，太厉害了。你能在全国找到第2个这样的城市吗？这时候我们才回想起之前我们在石宝山参观时，看门的师傅正在练字，以为是偶然，但现在看来，这就是剑川文献名邦的底蕴。我们在城区内随意游走，
很自然，我们走到了古城的中心广场附近。这里有众多经过修整的老宅子，还有60到80年代的办公楼，现在都已经被改造成了各种博物馆和民间文化的传习所。这是民俗音乐传习所啊，它这好像全是什么曲艺呀、民族音乐呀、白曲啊，这些那个传习所之类的东西。这个应该就是50年代的苏式楼。虽说这里是古城中心附近，但也几乎没有游客，只有我们。直到走到建阳楼附近，才逐渐有人出现。建阳楼是剑川古城的中心，明3暗4的结构，高21.5米，斗拱飞檐，纯实木建筑。所有的雕花装饰都是出自剑川本地工匠之手。剑川的木雕知名已久，早已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在大理，谁家的房子用了剑川的师傅，都能自豪好久。建阳楼前也是市民的活动中心，老人在聊天，儿童在嬉戏，而地面上则镌刻着一个个茶马古道途经的城市名字，远及印度。我们也在这儿发了一会儿呆，惊叹于闲散的时光里，远处夕阳下漂亮的风车。哎呀，真是！你看人剑川在云南这个地方，要历史有历史，要自然风光有自然风光。逛累了，当然要去吃点好吃的。但去饭店的一路上，仍然在不停地惊叹：修复完好的古戏台，仍是民居的进士第，等等等等，一直在刷新我们的认知。还看到了直胜天王殿的报国寺，但门口的石狮子那憨萌的样子，也刷新了我们对石狮子的看法。步行街上没有什么游客，但却意外遇到了马来西亚的旅行团。夕阳下，石板路、古宅院旁边是儿童的嬉戏笑闹，居民也在慢悠悠的闲逛，我们也吹着清爽的风，走在这里太舒服了。之前找饭店时，我们在某评上一搜，排出来的饭店全在沙溪。剑川县城本身似乎已经隐身了，最终我们选择的饭店似乎有点冒险。吃新竹饭店，当地人俗称狗屁饭店，不知道为什么叫狗屁饭店，而且大众点评3.6，哎呀，一看这个分就是好吃的。店里熙熙攘攘，除了我们，只有本地的客人，菜都是单锅小炒，味道相当不错。我们还壮着胆子点了一个生皮，这个是白族的炖饭生皮，似乎是生的，但其实不是生的，然后用蘸水吃。这个生皮可以吃的，味道可以，但意外的好吃，很有嚼劲和香味儿。第二天早上又是小雨连绵，再次走过西门街，我们去景峰公园。西门街真的是常走常新，西门街上包括两旁的小巷，几乎每栋都是历史建筑，各种官员、将军宅院林林总总。我们时不时好奇地走进路边的宅院观望，住户们也都很友善，并不介意两个游客的好奇。西门街中个别的民居已经改为了咖啡馆和饭店，但绝大多数仍是民宅。说实话，很多老宅的状态并不理想，甚至雕那个窗花。你看这雕的窗花，有一些部分坍塌，或者外面是完好的，里面已经起了另外的新房子。老房子毕竟住着不舒服，水电气暖都是问题。老宅子的维护费用，如何保护、改造、利用，都是要解决的难题。我们逛过很多地方，在南溪江、在泉州，在几乎所有的老城都会看到类似的问题，而且中外其实都是如此，就是罗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适当的商业化也许是必须的，必须有一个良性的循环。这是昭宗祠，明崇祯2年修建，为表彰段高选而修建的祠堂。你看上面，这里还有个好玩的现象，
石敢当的位置都很高，在房子的上边，而不是墙角。这儿是有名的甲马客栈，清代的古建，里面展示了大量白族的甲马画。这里是景峰公园，但不要被名字骗了，它其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云南似乎特别喜欢用公园来轻描淡写地命名一个历史建筑群，昆明如此，蔚山如此，剑川也如此。准确的来说，这里是景峰阁古建筑群。这里不仅有文庙建筑群，还有关帝庙，甚至还有财神殿和佛塔。起初这里可能是个喇嘛庙，后来改成了报国寺。在清代，周牧将报国寺和城内的文庙换了个位置，文庙的规模在这儿得到了扩张。景峰阁也由最早的喇嘛寺的传经阁改为了文庙的魁星阁，民国又把它命名为景仰先贤遗风阁，所以简称景峰阁。泮池这里有组有名的石雕，明代的出巡图，描述的是状眼、榜眼、探花、夸街的场景，有宰辅和吏部天官的陪同，甚至还有魁星神仙的举佑。原件现在保存在剑川历史博物馆内。旁边的灵宝塔建于明代，是9级方形密檐塔，须弥座刻有犀牛、望月等浮雕，2到9级的佛龛内则刻有4大天王等神像。财神殿也是建于清代光绪年间，这里的财神殿的对联很有意思：做半点事，朝来拜，夕来拜，叫我为难。关帝庙也是清代修建在这里。总之，无论是你求什么、学什么，在这里都集齐了。出景峰公园，我们去千狮山。这里百度地图的导航又错了，一下车就震惊了我们。看看，眼前是布满了狮群的岩石。后来我们知道，剑川也是石雕之乡，其兴盛于南诏国，它的木雕、石雕匠人都曾应召进京，参与故宫圆明园的建造。潺潺流水，因势而雕的狮群，翠绿的山林，清新的空气，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。千狮山始建于明代，依山势雕刻了从东汉开始，历经魏晋、南北朝、宋元明清9个朝代白族民间诗文石狮。山顶还有一只25米高的狮王。穿洞而过，是布满细密苔藓的石狮子，古朴质感扑面而来。我们没有去研究千狮山是什么景区等级，但觉得这里真的是意境、游玩趣味都十足的目的地。下了千狮山，我们再次奔赴心心念的王记凉皮，贪心的点了满满一大桌。正在吃饭时，一扭脸看见了身后窗户上夹的给小孩启蒙用的毛笔记本入门。此刻我们似乎已明白了它的意义。下午我们赶回古城中心，继续去看博物馆。剑川古城中心是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，用了18个古院落作为展馆群，系统讲述了南方丝绸之路，包括茶马古道的历史，还有南诏王国的介绍，有石宝山石窟的复制品，建阳楼也是它的一部分。换句话来说，剑川古城中心几乎全是博物馆。这是现代化的丝路数字体验馆，朴实的外表下会给你大大的声光电震撼。找不到路该怎么走了，怎么？建阳楼内，我们最喜欢的是一卷大理国梵像图，画工精美，展示的方式也十分的现代。周围的名人名居，如赵藩陈列馆、周中岳陈列馆，不仅是陈列馆，也是传统技艺研习所。而且琴声飘扬，这些场所是真的在使用，在传承。
附近的剑川历史文化博物馆也不要错过，是由老式的楼房改造，看着其貌不扬，但其内珍贵的白族文物很多，各种白族民间信仰的本主形象，沙溪兴教寺的壁画，文庙出巡图石雕的原件都在这里。行色匆匆，我们做的功课不够，留给剑川的时间太少，而遗憾太多。难以想象，这个不通火车的小城竟然遗留了这么多的宝藏，无论是建筑的还是文化的。王家米皮店内玻璃窗上的入门字帖，石宝山练字的看门人，我们住的民宿内随意装饰的毛笔字帖，最终都汇集成了家家户户门楹上那飘逸洒脱的字画。太喜欢这里了，这里好玩且没人，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？我们既不甘心它被忽视，但又怕它太过出名而过度商业化，成为那个千篇一律的它。但无论如何，来看看吧，来看看对抗了时间荼毒的优雅的剑川是什么模样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目的见。